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。我问大神，为什么你年纪轻轻就走上人生巅峰，有什么捷径吗？大神比了这个手势。我悟了，大神是想告诉我努力赚钱才是王道吧。大神摇摇头说，你这个问题得付费。我咬牙付了钱，大神说没有捷径，踩坑了吧。我刚要发火，大神又说其实是想告诉你少踩一些坑就是最快的捷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查理芒格老爷子说过，避免失败比追求成功容易一些。从一定意义上讲啊，少踩一些坑，你就会比别人走得更快。今天咱们就聊聊成长路上一定要避开的5个坑，或者说思维陷阱。认知偏见有几种典型的表现：一、基本归因偏差，就是解释自己和别人行为的时候表现出双标的态度。自己考得好那是能力，考砸了就是状态不好，饭没吃饱；别人考得好那是运气，考得不好就是脑子笨。二、铆钉效应，先接触的信息影响后续判断和决策。比如很多医生看病通常先不看之前的诊断报告，而是诊断完之后再去对比之前的记录，避免铆钉效应造成的误诊。三、后见之明偏见，典型的事后诸葛亮。考试考好了，我早就知道这次能考好；考砸了，我早就知道这次考不好。四、错误共识效应，人们会高估自己的信念、判断和行为的普遍性，就是你愿意干什么，就会觉得别人也愿意干。1977年，社会心理学教授李罗斯做了个实验，让学生挂着广告牌在学校里转悠。同意挂的学生中有 62% 认为别人也同意挂，但是不愿意挂的学生只有 33% 的人是这么认为的。五、消极偏见，就是人们对负面情绪和信息更加敏感。比如研究表明，负面的新闻更容易被认为是真的，而且能引起更多关注。几十年的心理学研究证明了一个观点：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，再牛的大神也不可能保持绝对理性哪怕1个小时。一方面是大脑进化的结果，习惯用简单程序应对复杂环境；另一方面跟自我中心的思维倾向有关，是维护自己的形象。虽说是大脑的自我保护行为，但也容易造成自我封闭的陷阱，让你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。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中提到了关注圈和影响圈。关注圈就是我们日常关注的事情，比如天气、新闻之类的；影响圈是我们通过努力能改变的事情，比如跑步能减肥。认知偏见会习惯性的让我们把重心放在关注圈，否定影响圈的作用。别人升职加薪肯定走了后门，自己努力也没用。时间一长会发现，能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小，路也就越来越窄了。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密一书中提到，人做判断的时候有2种机制，一种是科学家机制，先有证据再下结论；一种是律师机制，有了结论再去找证据。大家觉得自己是哪种机制呢？可以把弹幕打在公屏上。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律师机制，人们都喜欢证实自己已有观念的东西，即便错了也会想办法证明不是自己的问题。比如瓜贩卖瓜，我的瓜就是保收，你要是认同，我没准能给你便宜几毛钱；你要是不认同，那就是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？但其实这个瓜熟不熟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对吧？科学家机制就不会维护自己的正确性，他们会用事实和数据来验证，这是一个敢于证伪的过程。前者的固有思维是我就是对的，后者则是我可能是错的。你可不要小看这2种思维的差异啊！大部分人在做决策时，在意的根本不是哪个方案更好，而是我认为什么对和我怎么维护自己的立场。人生是个不断试错的过程，每一次成长都是打破自己，推倒了再重建。这个过程会让你痛苦，也可能会让你丢人，但没办法，承认自己的错误往往是走向正确的第一步。比如我一向崇拜的乔布斯，他在遇到反对意见时也会反感甚至发火。1984年他主导推出的麦金塔电脑，当时有很多证据摆在面前，说这款电脑销量不会太好，但乔布斯还是坚信自己。当时的市场部负责人麦克莫里是这样形容乔布斯的：史蒂夫所做的市场调查就是每天早上看一看镜子里的自己。结果麦金塔电脑给苹果造成了巨大损失，也成了乔布斯被赶出苹果的直接原因。直到1997年乔布斯重回苹果，虽然他还是很固执，但是对于有价值的意见他会果断接受。所以放下心理包袱，把不断证实变成不断证伪，才能从舒适区走出来，把学习区变成舒适区，把恐慌区变成学习区。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的大脑很难理解非线性的关系。线性的关系咱们都知道， y 等于 ax 加 b， 一条道走到黑，干1个小时100块钱，10个小时就是1000，那肯定干劲十足。非线性的结果往往很模糊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升职加薪？我学多长时间才能考上清华？这种指向不明的结果容易让人迷茫、焦虑、拖延。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线性思维去看待问题了，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3种困境。一、通过复制经验预测未来。我学习好肯定能上985啊，上了985就能进大厂，进了大厂就是人生巅峰了。我创业失败2次，我这人不适合创业，只能打工。
经验只代表过去，未来的变化考验的是你提高经验的能力。2. 习惯把因果关系简单化。我发现那些成功学特别喜欢说什么不成功就是不努力，有人脉就能赚大钱，听懂掌声。把导致结果的某一个原因说成是单一原因，纯粹是聋子拉二胡，胡扯。3. 认为事物匀速发展变化，谁还没有个高峰低谷，对吧？就算学习也是刚开始觉得难，进步缓慢，过了新人墙之后开始骤然上升，最后再到达一个高位平稳期。事物之间的关系都是复杂多样的，结果 D 可能有 A、B、C 3个原因，然后 A、B、C 之间又互相影响，彼此联系，盘根错节。线性思维只能通过原因看到单一结果，或者通过结果看到单一原因，看不到底层逻辑。另外，成长也是 S 型曲线，前期的沉淀一定是付出大于收获，这个阶段可能延续很长时间，你只能笃信自己，但过了拐点就像开挂一样，量变引起质变，飞速成长，你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时来运转了，其实都是之前努力的结果。罗振宇讲过一个故事，他一个做编辑的朋友工作有个绝招，任何文章只需要全选复制粘贴就没了。罗振宇就问他，这样的文章能好看吗？这样对能力有提升吗？朋友回答，老板给的钱太少了，给多少钱我就干多少事儿。工作确实是个价值交换的过程，拿钱办事各取所需，但工作并不是只能带来薪水这个单一价值。如果我们换个思路，会发现有些东西比薪水更重要。用时间思维来看这个问题，工作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卖给老板换取金钱，时间卖了一次，但有些人把时间卖了2次，一次是卖给老板，另外一次卖给自己，换来能力和经验的增长。这样一来，工作的目的就是投资自己的未来，挣钱只是其中的一个结果，毕竟投资老板这个事儿不可控也不靠谱，对吧？在距离深圳市中心10公里左右的龙华新区，有个叫三和人才市场的地方，之前很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多挣点钱，进厂当服务员，但后来高度重复没有未来的生活让他们极度厌倦和痛苦，索性选择活在当下，先用时间换钱，再用时间和钱去网吧换取即时快乐，干1天玩3天。单一价值会把人的视野变得短浅和狭窄，做事的目的必须当下就有反馈，必须可见可量化，看不到长期收益和复利价值，这就掉入了时间贴现的陷阱。时间贴现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，是指人们对未来的收益和风险的感知不断下降，呈双曲线趋势。比如大老远有一头犀牛，你不会在意，但它突然跑到你面前，你肯定撒腿就跑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用复合价值来衡量一件事儿值不值得做，尽可能看得全面和长远，既要看到隐藏收益，也要看到隐藏风险。德州扑克高手安妮·杜克在《对赌》这本书里分享了一个故事，在一次慈善扑克锦标赛中，他告诉观众，牌手 A 胜利的概率是 76%， 牌手 B 胜利的概率为 24%， 结果牌手 B 赢了，场下的观众就开始质疑了，说他是不是算错了或者有黑幕。安妮说，牌手的赢面只意味着胜利概率的大小， 24% 的赢面也有可能赢，只是难度大一点而已。生活中有一群人的赢面是 24%， 然后抱怨自己的牌面差，出身不好，学历不高，所以努力也没用。还有一群人赢面是 76%， 本来是好事儿，但过度依赖资源优势，是老本不努力。其实这2种人啊，一开始就明牌了，我就是这样，结局在开局就注定了，这就是资源陷阱。优势资源可能导致失败，劣势资源也可能反败为胜。风雨哈弗路不知道大家看过没？它其实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。这个女孩叫丽丝·莫里，从小生活在美国环境最恶劣的贫民窟里，犯罪频生，父母患有艾滋，吃不上饭去翻垃圾桶，就是你能想象到的悲惨处境，她都占完了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惨不到。这种条件别说接受教育了，能活着就是万幸了，对吧？他一边打工一边上学，垃圾堆里捡到的书都能看上好几天，最终花了2年时间就学完了原本4年的课程，并以门门全优的成绩进入了哈佛。好牌打赢了那没什么可吹的，但烂牌打成王炸那就真的是高手了。反过来，烂牌打输了可能没人同情，但好牌打烂了一定会有人嘲笑。比如之前网上报道山西最年轻的首富李兆辉，22岁接班父亲的海信集团，结果败光家业成了老赖，被执行悬赏2100万。网友们的评论惊奇的统一，大哥去哪儿了？找到他我也能变富了。资源就是咱们手里的牌，输赢不全看牌面，而是看跟谁打怎么打。那些逆天改命的人虽说是个例，不能代表全部，但每个人都有成为个例的可能性，所以不管牌面如何，好好打就行。避开上面5个陷阱，至少我们可以走得更顺更稳。游戏有不同的外挂，但成长的捷径或许真的只有一种，那就是少踩一些坑。最后希望每个小伙伴都可以避开所有的坑，哪条路都顺风，每一步都算数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